中国海军的军舰向西穿越了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到大西洋。有人说这是援法抗英来了。大家好，我是施涛。根据外媒的报道4月25日，中国海军一艘636型海洋综合调查船通过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海峡，正在向西航行，进入到大西洋的海域。那么在这样一个时点在这么一个位置出现了一艘中国海军的军舰，可以说是意味深长有网上的网友就开玩笑说这是中国海军搞了一次援法抗英的行动。这是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自从中国访问回去之后呢，他整个外交的风格是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法国不再是原本那个对美国唯唯诺诺、为美国马首是瞻的法国，一下子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戴高乐将军治下那个走独立自主路线的法国。而且呢，法国的雄心不仅仅是自己的独立自主，更是要带领一众欧洲国家从自己的利益、从自己的这个考虑角度出发来做选择，而不再是服从于美国。那么这样的一种战略的改变，这样一种外交风格的切换，自然是引发了美国的高度注意。而且不仅仅是美国，在欧洲内部也有某些与美国走得更近的国家开始跳反。还有呢，就是美国的远房兄弟英国，这一个远离欧洲却时常要来捣乱的家伙呢，也开始对法国的政策横加指责。大家都知道英国虽然已经脱离开了欧盟，但是呢，他却一直对欧洲大陆的事务呢是在指指点点的这就是英国和美国典型的这个叫做离岸平衡策略他们的一个精华之所在就是要在欧洲搅乱，然后呢获得自己的利益。那么离岸平衡政策下典型的一件事情就是英国和美国挑动了这一次俄乌冲突的爆发，并且呢在后面大量的给钱给枪，要的就是在欧洲爆发一场战火，能够分裂欧洲，那么从中他们能够坐收渔利。而法国经过了与这个中国领导人的交流之后，终于也想明白了，独立自主的路线才是未来法国能够继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的保障。因此呢，这个法国也才会有这种想要这个揭竿而起、振臂高呼我们也自己搞搞事情的想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海军的军舰来到了大西洋，出现了在这个离欧洲不远的地方。那么或多或少对法国来说是一种士气上的鼓舞表达了这个我们对法国默默的这种支持。而对英国很显然也是一种安静的威慑。大家都知道英国政府前不久才刚刚大放厥词想要派遣他们的军舰在亚太地区搞所谓的常态化的部署。但可笑的是他们臆想中的这个军舰这个3-1型护卫舰到现在为止呢还在船坞里还在建造过程中直到2027年才有可能这个部署。就这么一艘纸上的军舰都要被英国政府拿来对亚洲事务搞指指点点。现在好了，中国海军的军舰已经不声不响的来到了你英国的家门口，这也要让你感受感受什么叫做航行自由，让你感受感受什么叫做家门口的压力。那么这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与英国力量此消彼长的一个最好的这个表现，也是中国与法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成长，一起为世界和平做贡献所表达出来的一些微妙的默契。那么大家看明白了我们军舰出现在大西洋的原因了吗？欢迎您在评论区与我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